これは山本哲から募金取りばかりの電報です。超過隊における我が特殊部隊の編成部篠塚義雄将軍および第一軍同時にこの特殊部隊の試験として私の職責を私にもしこの部隊の存在がなくなったら私がこれ以上生きていく理由がないことをつけている山本和樹は死をもって天皇に報いく以外戦略がありません。体をお大事に。天皇陛下万歳。山本和樹昭和17年戦地に没。山本大勢は2弁後前に軍国空襲だ。これは山本哲の才能伝報天皇陛下万歳。自主順位恭喜可です。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2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呀？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怎么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呢？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92式重机枪4挺，Y8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盘，当头炮。团长，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团长，都安葬了？是的，跑过日军的尸体。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怎么说，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大仗啊！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啊。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走。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儿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哎。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1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2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5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一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2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说实话吗？废话，当然说实话了。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儿，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祸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我看你们有着为他说话了。刚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保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官一身轻了。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支班长，哟，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是。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那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他背上。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
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旅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篓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18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完了，完了，你还想要什么？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篓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旅长，消消火，消消火。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我不干，旅长，不干。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滚吧！是。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连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连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连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连队在2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连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李虎兄，
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佯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是啊，团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呐，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的人，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这我倒没有想到。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云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团总，你的意思是？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
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吗？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楚某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赵政委，你好些了吗？好些了。来，你该吃药了。麻烦你了，小郑啊。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的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要说骂人这类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你也听说过他？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我不知道。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不知道。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俺找独立团赵政委。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对对对，他在哪儿？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团长呢？后面呢？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这还女同志呢，你别胡说八道的。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好好好，一会儿见。好，谢谢。和尚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
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是。老李，前2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这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说实在的，老李，我更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要说混，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亮剑，
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清西北闹过底儿朝天的人。你看看，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是。老李，秀琴安葬了吗？团总，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鄱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沾指他的地盘啊！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志国求见。八路要干什么？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鄱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2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伏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2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你是谁？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李云龙？没听说过。
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你咋打人？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来人呐！有人闯团部！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是李团长啊！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这是国军的条令。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18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长官，里边请。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